一场战争逼出日后的工业狂魔。1807年，假如你是一名普通的美国老百姓，在一条挂着星条旗的商船上打工，突然海平面上出现了一艘巨大的英国军舰，黑洞洞的炮口对准你。英国军官强行登船，指着你的鼻子说：“我看你长得像英国逃兵，跟我走。”这时候你掏出美国公民证件，英国军官只会冷笑一声：“美国算个球！”结果你被像牲口一样绑到了英国军舰上，被迫去给英国海军擦甲板、填炮弹，甚至被迫向你自己的同胞开炮。这种事发生了不是一次两次，而是整整6000多次。这就是1812年之前美国老百姓的真实处境。你的国籍保护不了你，你的法律保护不了你，在强权的炮口下，你所谓的公民尊严就是一张废纸。这种深入骨髓的憋屈，最终逼得那个本来不想打仗的书生总统麦迪逊，在1812年6月18日咬着牙向英国宣战。战书是下了，但美国人马上发现了一个尴尬的问题：咱们没兵啊！当时的美国正规军只有不到7000人，甚至还不如英国人的军乐队人多，而且指挥系统乱得像锅粥。很多将军是独立战争时期的老古董，路都走不稳了。但国会里那帮鹰派却非常乐观，他们指着北边说：“怕什么？英国主力都在欧洲打拿破仑呢，加拿大就是一块送到嘴边的肥肉，我们走过去就是解放他们。”结果现实不是解放，是送人头。美国人组织了几次对加拿大的进攻，每一次都被英国正规军带着印第安人揍得满地找牙，看着自家的军队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然后被赶回来，那种绝望比战前更深。这种猜忌互啄的局面维持了2年，直到1814年，恶魔升级了。欧洲那边，拿破仑战败退位，英国人腾出手来了。英国人派出了一支身经百战的精锐部队，也是这帮人制造了美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幕。1814年8月24日，英军直扑首都华盛顿。这一天，对于华盛顿市民来说是世界末日。美国原本组织了一道防线，结果这些临时拼凑的民兵看到英国红衫军一冲锋，立马崩溃，跑得比兔子还快。这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著名的嘲讽词：布莱登斯堡赛跑。如果你是那天晚上躲在地窖里的华盛顿市民，你会听到外面英国士兵的狂笑声。他们冲进了空无一人的白宫。英国指挥官看到餐厅桌上摆着麦迪逊总统还没来得及吃的晚饭，于是优雅地坐下来，吃完了这顿饭，喝光了总统的红酒。吃饱喝足后，他们把椅子堆在桌子上，点了一把火。烈火吞噬了白宫，吞噬了国会大厦。对于当时的美国老百姓来说，这把火烧掉的不仅仅是房子，而是他们对这个年轻国家的最后一点信心。连首都都丢了，总统都跑了，我们是不是真的要亡国了？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美国就是个笑话。烧完华盛顿，英军气势汹汹地杀向下一个目标。当时美国第3大城市，也是反英情绪最重的地方——巴尔的摩。英国人放话，这里是海盗的老巢，必须铲平。1814年9月13日，英国舰队开到了巴尔的摩的门户麦克亨利要塞。这时候的守军不再是那些见到红衫军就跑的怂包了，因为他们身后就是家园，退无可退。既然无法再退，那就死在这里。对于英军来说，那你就死吧！1800发炮弹，整整25个小时的狂轰滥炸。整个夜晚，天空被爆炸的火光撕裂，大地在颤抖，每一秒钟都有死亡在降临。当时一个叫弗朗西斯的美国律师被扣在英国军舰上，他彻夜未眠，站在甲板上，死死盯着那个被炮火覆盖的要塞。他和所有美国人一样，在心里绝望地呐喊：我们还在坚持吗？我们这个国家是不是真的要亡了？9月14日清晨，硝烟终于散去。当第一缕阳光射穿薄雾时，弗朗西斯看到了让他灵魂战栗的一幕：要塞的围墙已经被炸得千疮百孔，但就在那片焦土之上，那面巨大的星条旗依然在晨风中傲然飘起。为了让骑士不倒，守军用血肉之躯死死护住了旗杆。他们用行动告诉不可一世的英国人：你可以烧毁我们的城市，可以占烂我们的堡垒，但你休想让我们跪下。那一刻，热血涌上心头，弗朗西斯含泪写下了那首后来的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北边的脊梁挺住了，南边又迎来了决战。英军把目光投向了美国的大动脉新奥尔良。如果这里丢了，美国西部就彻底完了。但这一次真的是天佑美利坚，命运派来了一个男人拯救了美国。这是一个真正的狠人，安德鲁·杰克逊，日后的美国第7任总统。当时他就是个一身江湖气的民兵头子，他手下都有些什么人？肯塔基的猎人，田纳西的农民，逃跑的奴隶，甚至还有一大帮无法无天的海盗。这简直就是一支叫花子部队，而他们对面是曾经击败过拿破仑的英军精锐，装备精良，纪律严明。怎么看，这都是一场屠杀。但杰克逊是个疯子，他站在用棉花包堆成的简易工事后，拔出战刀，对着这帮杂牌军吼道：弟兄们，我们身后就是家园，谁敢后退一步，老子先崩了他。1815年1月8日，英军发动了傲慢的排队冲锋，回应他们的是美军暴风骤雨般的精准射击。那些平时打松鼠的猎人，现在把英国军官当成了靶子，结果令人瞠目结舌。这是一场奇迹般的单方面屠杀，不可一世的英军死伤2000多人，指挥官帕肯纳姆将军被当场击毙，而那支叫花子部队仅伤亡70多人。虽然早在2周前的1814年12月24日，和平条约就已经在欧洲签了，但在美国老百姓心里，这场仗必须打，因为他用敌人的鲜血证明了人民的意志一旦团结起来，后果很严重。这场1812年战争从地图上看是个平局，边界没变，但在精神上，这是美国的一场浴火重生。在经历了火烧白宫的极致屈辱，又经历了麦克亨利的死磕和新奥尔良的狂胜之后，这个年轻的国家终于完成了他的成人礼。
在这场战火之前，大家觉得自己是马萨诸塞人，是弗吉尼亚人，是一盘散沙。在这场战火之后，所有人都在废墟上意识到他们是美国人。那个曾经松散的、随时可能散伙的联邦，在英国人的炮火淬炼下，终于熔铸成了一块砸不烂、煮不熟的铁板。有意思的是，仗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新英格兰那帮联邦党人因为做不成生意，恨死了这场战争，甚至在哈特福特开会商量着要搞分裂，要把新英格兰独立出去。结果前脚他们刚开完会发牢骚，后脚安德鲁·杰克逊在新奥尔良大胜的消息就传来了，这就很尴尬了。老百姓的唾沫星子瞬间淹没了联邦党，大家指着这帮精英的鼻子骂叛徒、卖国贼。从此，这个曾经由华盛顿、亚当斯、汉密尔顿建立的辉煌大党彻底社死，退出了历史舞台。美国政坛进入了罕见的和睦时期，国家终于能拧成一股绳干正事儿了。以前美国人很懒，想穿衣服买英国的，想用铁锅买英国的，反正卖了棉花有钱买就完了。但这场仗，英国海军把美国港口封得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这让他们意识到必须搞制造业，而且要玩命的搞。原本只会做转口贸易的新英格兰商人被迫关了铺子，建起了纺织厂；原本只种地的宾夕法尼亚农民被迫挖煤炼铁。这要感谢英国皇家海军的封锁，是他们用炮火硬生生的把一个倒买倒卖的二道贩子逼成了一个自力更生的工业狂魔。美国的工业革命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完成了冷启动。但这对于美国的民主共和党来说是十分打脸的。现任总统麦迪逊也是美国宪法之父，以前是杰斐逊的信徒，他们的信条是小政府，不要中央银行，不要常备军，不要高关税，我们只要美好的田园生活。但挨了这顿毒打后，麦迪逊坐在烧焦的白宫废墟上，终于悟了，去他的理想主义，没钱没枪，理想就是个屁。于是这帮曾经最反对大政府的人搞出了一套美国体系，所以说真的要早挨打，才能早上道。如果你问1811年的民主共和党人要不要中央银行，他们会说银行是吸血鬼，是资本家控制人民的工具，宪法没说能建银行，坚决不建。于是1811年他们欢天喜地的把汉密尔顿建立的第一银行给关了。仅仅1年后，1812年战争爆发，麦迪逊总统傻眼了，没银行，政府发不出国债，没银行，军饷发不出去，没银行，各地货币乱得像废纸，仗打到一半，国家差点破产。麦迪逊坐在白宫的废墟上，摸着空空的口袋，终于承认汉密尔顿是对的，没有钱袋子，腰杆子就是硬不起来。1816年，麦迪逊含着眼泪签署法案，成立第二合众国银行。那个曾经被他们视为洪水猛兽的中央银行，被他们亲手请了回来，供在神坛上，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同时这一年，国会通过了美国历史上第一部保护性关税法。虽然南方农民骂骂咧咧，但大家达成共识，为了让自家的工业能活下来，必须建一堵墙，哪怕为此要多掏钱买衣服也认了。在以前，要是联邦政府说要拿钱修路，杰斐逊派会说违宪，修路是各州自己的事，联邦政府想插手地方，想搞集权，门都没有。但1812年战争的时候，美军那叫一个惨，想把一门大炮从东海岸运到前线，因为没有像样的路，甚至要走上2个月，士兵们在泥坑里推车，推得怀疑人生。大家终于明白，国家虽然大了，但没有血管道路，就是个半身不遂的巨人。此后，美国成了基建狂魔，曾经那个松散的农业国，开始用一条条道路和运河，把自己缝合成一个紧密的商业帝国。这一套央行加关税加基建的组合拳，就是日后赫赫有名的美国体系。提出这个概念的人是当时的政坛超级巨星，众议院议长亨利·克莱。这个体系设计的精髓在于把美国分成了3个互相依赖的利益集团，绑在一根绳上。克莱的算盘是，只要我们这个三角循环转起来，管他欧洲打成什么样，咱们关起门来，日子照样红红火火。所谓的三角循环没有别的，就是自力更生、自产自销、自主研发，从粮食到工业品全部自己搞出来。但这一套东西也为日后的美国内战爆发埋下了种子。日后的后发国家都尽可能的去避免美国体系的系统漏洞，它能让你快速崛起，但代价十分惨重。因为1861年的美国内战惨烈之程度令他们触目惊心。然而此时的美国，没有人告诉他有什么后果，一切都在往欣欣向荣的方向发展。1812年被锤的这年，美国仅仅建国36年。麦迪逊在位期间，他可以说是真的呕心沥血。他说话声音极小，在人多的场合演讲，后排根本听不见，而且他性格内向，甚至有点社恐。但就是这个小个子，脑子里装下了整个美国的政治骨架。他是美国宪法之父，是权利法案的作者。1812年的战争对他来说就是一场噩梦，打碎了他以往所有空中楼阁的幻想。为了国家活下去，我必须变成我曾经讨厌的样子。